舍友闹着玩时，突然把一枚戒指戴我手上，然后笑着拜我，恭喜了嫂子，他哥上星期刚死，这是要拿我配阴婚。舍友笑嘻嘻说：“反正学校也没人看得上你，我哥能找你也是你的福儿。可我是当地女阴差啊，用得着你给我介绍死男人。”舍友李霞的哥哥死了，回老家办完丧事后，经常在宿舍哭，有时半夜还突然起来烧纸上香，神经兮兮地念叨着什么。他性格孤僻，本来朋友就少，这下整得大家都烦。我看他可怜，就上前安慰了他几句。接下来几天，无论是上课、吃饭、晚自习，我都陪他一起，周末还请他喝奶茶、看电影。李霞很感动：“吴倩，你人真好。”然后抱着我就哭了。咱们要是一家人该多好！我轻轻拍着他说：“咱们在一个宿舍3年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”他立刻嘿嘿笑了，朝我伸出小拇指，那拉钩上吊，做我一辈子家人好不好？李霞逐渐恢复正常，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，有时还翻出手机里他哥的照片和视频看，还问我帅不帅。说实话，他哥长得一般，天中塌陷，面小鼻低，标准的短命相。可我不想打击他，就点点头说：“嗯，挺帅的。”李霞埋头看着手机，似乎在笑。我哥也说你好看。一整个学期，李霞总喜欢跟着我，她老家有时候寄来些红枣、核桃之类的土特产，每次都不忘而给我吃。我逐渐觉得她人好像也还行。那天宿舍里就我们俩，李霞拿出件红棉袄给我看，说是他妈亲手给我做的，要我穿上看看。我看那棉袄样式有点老，简直就像是民国年代剧里的衣服，其实不是很喜欢，可毕竟是他的一番心意，就穿上试了试，没想到格外合身，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李霞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连说好看，然后说要送我件神秘礼物，要我闭上眼睛伸出手。我照他说的做，刚伸出手，就感觉无名指上一凉，一睁眼发现他给我戴了枚戒指，戒指凉飕飕的，看不出材质，又黑又亮，隐约还有一丝红线。愣神的功夫，李霞连连对我作揖：“恭喜你了，好嫂子。”我看她笑得阴沉沉的，感觉不妙，连忙摘戒指，可戒指就像是长在手指上一样，怎么都扯不下来。我急了，这戒指怎么回事？赶紧帮我摘下来。李霞笑嘻嘻搂着我说：“摘不下来就是缘儿，说明我哥看上你了呀。”我心里突然一阵发凉，可你哥已经死了呀。李霞似乎受到很大羞辱，瞪着眼睛冲我吼：“我哥才没死，我家3代单传，他还没结婚生子，怎么能死？”他吼的时候面目狰狞，跟平时判若两人。吼完后，扑通跪下，抱着我的腿又哭了。我哥出殡那天，抬棺材的子孙杠子断了，他要是断了后，以后我们全家人都要做孤魂野鬼，不配阴婚不行啊！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哥很帅吗？我这也是成全你呀！看着李霞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，我都呆住了。她是怎么声泪俱下的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的？看我没反应，她以为我在犹豫，连珠炮一样安慰我：“你不要一听阴婚就害怕，不用死，就寒假回去拜个堂，回学校后该干嘛干嘛，只要你死了以后跟我哥陪葬就行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这点忙肯定愿意帮，对不对？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“好人就该给你家配阴婚吗？”李霞眼睛一翻贴着我：“我这也是为你好啊！你想想，大学3年有男生看上过你吗？能让我哥看上，那也是你的福儿。以后你啥也不用干，我们全家人把你当全职主妇养着，这好事哪找去啊？做人可不能不知好歹。”我看着李霞又卑微又恶毒的样子，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阳间的婚我都不想结，你还给我来个阴婚，我把你当好朋友，你跟我来这个。李霞一愣，脸上的卑微顿时消失不见，站了起来后，鄙夷地看着我：“平时跟我假惺惺装好人，吃我家的，穿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现在用得着你了。呵，溜了。”我使劲扯了几下戒指，没扯下来，3两下脱下红棉袄。
一把丢在他脸上：“棉袄还你，戒指我砸也要砸下来还给你，其他东西你列个账单，我一而不少还给你。”看我要往外走，李霞抢先一步堵在门口：“你穿了嫁衣，戴了戒指，就是我家的人，不去拜堂，我哥天天来找你闹。你以后毕业、结婚、找工作，全给你搅黄喽，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一辈子不得安宁。”我突然对他厌恶到极点，指着李霞的脸说：“我不想再跟你说话，有本事现在就让你哥过来，我看看他怎么让我不得安宁。”当时我只觉得李霞是鬼迷心窍，就没当回事。可没想到，接下来一整天倒霉不断。先是每堂课都被老师点名，然后打热水炸了暖瓶，后来和班草说笑的时候喷出了鼻涕泡。我心说真是活见鬼了。晚上做兼职的时候，我把这事说给其他同事听，几乎要被他们笑死。我兼职的工作是跑无常，也就是阴差。因为我八字极阴，刚来大学没几天就被当地阴差组织发现，于是当了一名实习生，主要负责押送亡魂去城隍庙和地府报到。今天倒霉的时候，周围也没见有亡魂出没，我就怀疑可能是戒指的事。我找了好几个开锁师傅，可谁都没能把这东西切开。戒指现在越勒越紧，几乎要和手指融为一体了。我的顶头上司水哥看了一眼，认出来了，这是姻亲戒。男人死后，除了大小便失禁外，还会最后一次喷出体内的精虫。姻亲戒就是拿死者精虫配合尸油炼出来的，戴上后不去跟死者拜堂，就会一直受戒指的晦气干扰。你现在这种倒霉程度已经算不错了。我恶心的直甩手，难怪今天心烦意乱，感觉头顶隐约有黑气弥漫，原来是中了咒。我连忙问要怎么才能摘下来，水哥说简单，你联系当地阴差申诉一下，把你未婚夫拘拿就行了，到时候婚约作废，戒指就失效了。我连忙纠正，他是个屁的未婚夫，我这是给人赖上了。我心里暗骂李霞不是个东西，后悔当初就不该一时心软对他好，现在恨不得把他哥的骨灰给扬了。下定主意后，我问，如果我自己去把那个死男人抓捕归案呢？水哥想了想说，你同学能给你戴上姻亲戒，说明他家里有懂行的高人，你连实习期都没过，未必搞得定。我还是直接跟那边的阴差联系吧。我连忙说不用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在这行混？搞不好阴间年会的时候，还要被那几个说脱口秀的编进段子里。水哥一笑，拿出3枚灵符给我，这是通灵符，需要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放嘴里嚼就行。然后又提醒我说，安全第一，真遇到麻烦了别硬来，可以召集当地阴差前来支援。我点头答应，想了想又问，我现在跑去外地拘魂，算不算抢了当地同行的业绩啊？组织不能处儿我吧？水哥冷笑一声，你要是抢不来这个业绩，我可就要处儿你了。回去后，我立刻约李霞出来道歉，之前是我不识抬举，这年头就算嫁个活人又怎样？回头还不是丧偶式育儿，还不如来个阴婚躺平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李霞笑了，连夸我脑筋灵活。考完当天，我和李霞拖着行李箱直奔火车站。我们坐完火车坐大客，坐完大客坐黑车，一路颠簸，总算来到深山里的一个小山村。他爸李老头早早在村口等着，看李霞领着我回来了，立刻色迷迷地盯着我，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打量了足足有5而钟，然后咧嘴一笑，好，这个好。李霞胳膊肘冲我一杵，愣着干啥？叫爸呀！我忍住恶心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。爸！李老头脸上乐开花，当场掏出一张崭新的100元大钞，来，改口费。我收了钱，跟着他们往村里走。李老头凑过来，突然在我屁股上摸了一把，咧着嘴又笑，这屁股蛋子能生能养，俺家肯定子孙满堂。我心里忍着火，脸上挤着笑，心想，好，接下来你们家断子绝孙的重担就放心交给我吧。
李霞家里坐满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抽烟喝酒嗑瓜子，烟雾缭绕的。看我进来了，齐刷刷的盯看，验货一样看着打量着。李霞挨个给我介绍一遍后，这帮七大姑八大姨、二叔三大爷、六婶子就开始问：父母都干啥的？是不是公家人啊？兄弟几个？家里住的啥房子？有车没有？我心说一个阴婚而已，要问这么细吗？难不成我家还得搭辆车给你们当嫁妆？这帮大妈又开始问我有没有感情经历，说现在好多女大学生都作风不正。李霞连说没有，俺嫂子可正经了，大学3年一次对象都没搞成过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大2时倒是表白了篮球队一个学长，第2天就给人家女朋友骂了一顿，全院都知道了。回来后还偷偷哭哩，一屋子人都开始笑。我瞥了李霞一眼，心说我这点丑事你是见谁对谁讲啊？可这回我不再惯着他了，笑着点起一支烟。哎，我也不知道那小子有对象啊，可能当时就是馋他身子吧。后来睡了2回，发现也就那么回事，跟街舞社那几个差远了。屋子里顿时安静了，几个大妈已经开始窃窃私语。李霞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连忙冲我使眼色。我笑了笑，开玩笑的，甭管以前玩得多花，以后在村里可不乱来。有几个大爷明显有些兴奋，都偷偷在我身上瞄。李老头连忙就说：行不早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俺儿媳妇该歇着了。人走了以后，我说想去看看老公，李老头说不行。然后李霞的妈李老太来了，说今晚还有事要办。我看她表情有点怪，就问啥事。李霞眼神闪烁，反正你也是俺家的人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今晚俺叔家的老三过来跟你留个种。我立刻一激灵，什么意思？李霞坏笑着推我一下，别纯情了，啥意思你还不明白？我都替你计划好了，大4实习的时候你就来咱家养胎，只要你生下儿子，咱家不就续上香火了吗？到时候给你2万块钱呢。我都呆住了，不是说只是拜堂吗？咋突然加项目了？2万块钱就想让我生孩子？李霞冷笑一声看着我，吴倩你什么态度？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，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哪那么多屁话？李霞早就给我烧好了热水准备洗澡，给我搓背的时候，凑在我耳边冷冷地说：你可别自作聪明，还没有女人能活着逃出这个村子呢。只要听话，我们家不会为难你的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我不想打草惊蛇，也懒得搭理他，就假装答应了。洗完澡，李霞收了我的手机身份证，给我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带我来到东厢房一个屋里。看我不吭声，李霞以为我是紧张，悄悄说：行了，别装了，好几回你熄灯后在床上看本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老三装得跟小牛一样，今天便宜你了。然后坏笑着关紧门窗出去了。听外面没声音了，我连忙辨认方位，双手掐个手印，冲着屋里东北方鬼门位置念道：阴间幽路，阳间奇门，听我号令，鬼魂降临。这是业务培训时水哥教我招鬼的方法，还是头回尝试。念完后停了一会儿，墙角里黑烟弥漫，一个红衣长发的女鬼走了出来。阴差大人有何吩咐？第一次找鬼办事，我还有些紧张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想要请您帮个小忙，您懂不懂男女两性的事啊？女鬼一听，立刻激动起来：我当年就是被村里的男人搞死的。我说好，今天就给你个报仇的机会，一会儿有男人过来。女鬼顿时来劲了：大人放心，我搞死他。我连忙拦住：可别闹出人命，可就损了咱俩功德了。然后又说：但只要搞不死，随便你往死里搞。门开了，一个黑壮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一身酒气，色迷迷地看着屋里。我招来的女鬼叫小平，在村里飘荡多年，鬼气都已经弱了。被我的驱鬼咒召唤出来后，鬼气顿时增强了许多，变成我的样子躺在床上。老三色迷迷地看着床上的小平，扑上去就是一顿啃。鬼没有实体，
迷人时靠的都是幻觉，所以老三现在虽然兴奋，可在我看来，他就是抱着个枕头在床上翻滚，所有快感都是在小平迷惑下自己幻想出来的。老三沉迷在自己的色情幻想里无法自拔，脱光后扯了床单被罩，抓着床头一顿晃，咋样嫂子？俺强不强？小平扭动腰肢，一脸妩媚回应着，同时用鬼气侵袭他的身体，开始吸取老三的阳气。屋里吱嘎乱响，床板几乎要被老三晃散。10秒钟后，他的精气疯狂外泄，小平在老三身下猛吸一阵，老三顿时爽翻天，阳气肉眼可见地弱了下去，脸上浮现出一对黑眼圈，阳寿血条直接掉了一半。老三擦擦脑门的冷汗，感觉今天状态不太对，拿出2粒小药丸吃了，说刚才节奏没掌握好，这回正式开搞，又掏出2条黑丝袜，说要来点情调。这老三看着5大3粗，想不到癞蛤蟆娶青蛙，长得丑完得花。这时外面突然有人敲门，老三开门一看，进来个白瘦男人，看着满地的棉花碎布，又偷偷瞅了眼躲在被子里的小平，立刻坏笑着伸出大拇指：“三哥你可真猛，被褥都给干透了。”老三一脸嫌弃地看着他：“老四你来干啥？”老四给老三点上一支烟：“三哥你歇歇，我来受会儿累。霞姐说了，多个人多一份借种的把握。”小平一看老四，头发顿时都竖起来，面色狰狞。我一看不妙，连忙安抚。小平恨恨对我说：“当年害死我的就是他。”小平是个高中生，当年被人贩子拐到这里，卖给了老四，白天像牲口一样干活，晚上还要被他折腾。好几次他试图逃走，可马上就被抓了回来，因为全村的人都会监视这些买来的女人，根本不可能逃走。没2年，小平就死了。死后他想报仇，老四察觉后，连忙找村里阴阳先生要了护身符带着。小平从此无法接近老四，就打算到地府后再告状。可没想到阴阳先生给村子做了结界，他根本无法离开这，只能做一个在村里游荡的孤魂野鬼。最终鬼气消散完后灰飞烟灭。我仔细看着老四，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一个装在小竹筒里的护身符，微微发着红光，应该就是民间常用的辟邪符。我在空中画了一个眼鬼符，吹在老四的护身符上，这是地府的官方灵符，比民间杂符权限大多了。老四的辟邪符顿时失效。老三本来还想逞强，可实在提不起劲，就暂且让老四先上，自己再回穴。老四3两下脱光衣服扑到床上，小平假装迎合，又朝旁边的老三摆手。老三鬼迷心窍后火气上升，感觉自己又行了，痴痴凑上前。老四还有点不乐意，撅着嘴冲老三直嘀咕：“三哥呀，这有点不讲卫生吧？你懂个屁，好多片里都这么玩。”老三一脸淫笑。小平吸过阳气后力量更强，很快把他们2个迷得神魂颠倒。老三老四都把对方当成了女人，兴奋地抱在一起，把压箱底的招式都使了出来。这下画面更加不堪入目。我干脆把脸转了过去。精气外泄时，小平一声呼哨，说开饭了。墙角处鬼影冲冲，几10个女鬼逐渐现身，趁老四的辟邪符没用，赶紧吸食他的精气。我瞅了一眼，顿时呆住了。他们全是枉死后无法投胎，在人间流浪的孤魂野鬼。这个村里到底害死了多少女人？小平说，这个村重男轻女，很多刚出生的女婴都被溺死了。等男孩们长大后又找不到媳妇，就从外地买媳妇回来。好多女人最终落得和他一样的命运。这帮女鬼大多鬼气虚弱，吸饱精气后，个个面色发白，精神抖擞。我要他们先找地方躲好了，等我拜堂搞定了李霞他哥，就带他们去土地庙报到深渊，这样就能重新投胎做人。一听这个，有几个女鬼连忙阻拦：“不行，你这么干可就要害死我们了。那个阴阳先生很厉害，
你斗不过他的，到时候他一生气，直接把我们打个魂飞魄散，那可就连野鬼都做不成了。”小平一看，立刻生气了：“野鬼我是做够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来了机会，我死也要拉村里的男人陪葬。”带头反对的女鬼玲玲说：“你要拼命你去，别拉我们垫背。”我问玲玲：“村里的阴阳先生什么来历？”玲玲连忙说：“就是那个李霞的五爷爷，人称李五爷，法力高强，厉害得很，咱可得罪不起呀。”其他女鬼也都战战兢兢。是啊是啊，有敢反抗的，全都魂飞魄散了。你快走吧，不要连累我们。我要他们放心，他虽然是阴阳先生，可我是阴差，有地府背书，不怕他的民间邪术。女鬼们还是半信半疑，我就让小平带他们先离开，回头等我消息。送走女鬼后，我想和水哥联系，才发现手机被没收了，只好吃下一枚通灵符，连线上水哥，说明情况后，水哥那边也有些吃惊，要我多加小心。他尽快安排人手前来支援，然后兴奋地说：“咱们部门年底冲业绩的机会来了。”第二天天刚亮，李霞和李老太乐呵呵地进屋来看，立刻吓出杀猪一样的叫声。我正装睡，被李霞晃醒了，她抓着我问：“咋回事？”我坐起来揉揉眼一看，也吓到了。老四穿着黑丝，正一脸风骚地躺在老三怀里睡觉，两人都赤条条的，贴得严丝合缝。我嘴里喊着作孽，捂着脸往被窝里缩，主要是怕忍不住笑出来。李霞气急败坏地把我往外扯：“我让你借种，你咋把他俩给掰弯了？”我装出惊慌的样子，拼命摇头。我昨晚可能太紧张了，就把自己灌醉躺着了，谁知道会这样啊？说着还开始抹泪。李霞，我是不是真的没什么魅力啊？李霞气得一跺脚，又去晃老三老四，发现他们浑身湿淋淋，全是冷汗，嘴唇发白，眼圈乌青，已经晕过去了。李霞连忙叫来两个本家兄弟，要他们赶紧把老三老四抬去看医生。抬的时候才发现俩人卡在一起了，而都而不开。老三老四的娘也来了，看着眼前画面，腿都软了，坐在地上哭着要李老太偿命。李老太也慌了，拍着大腿叫屈：“俺是让他俩来借种，不是让他俩拼刺刀的呀。”李霞在旁边安慰：“婶子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救人要紧。”李霞卸了2个门板当担架，指挥大家先把老三老四儿开，一定要慢慢的。我连忙上前帮忙，搂着老三的腰，猛地使出吃奶的劲往后一扯，咔嚓一声，两人藕断丝连的儿开了。先前结合的前后部位都开始喷血，一个像花洒，一个像水龙头。老三疼醒了，低头一看，怪叫一声又昏了过去。大家连忙拿毛巾来堵血。李霞气得在我脚背上一踩，说：“那么使劲干啥？”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就说儿没儿开吧。”李霞婶子哭得瘫软在地：“哎呀，俺家的命根子可不能断呐！”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三老四和他们的娘放在门板上，一起抬去抢救了。人走之后，李霞满腹狐疑地看着我，又在屋里一顿检查，也没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可又想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最后阴着脸对我说：“今天拜堂要紧，这事我就不跟你掰扯了，但你记住，不给俺家留个种，你别想离开。”我装作紧张的样子问他：“万一是我身体不行呢？”李霞冷冷一笑：“你最好祈祷自己没病，要不然到时候你得哭着求我给你找男人。”吃过早饭，李霞带我梳妆打扮，给我穿了一套中式新娘的衣服，带着我去她家祖坟祭拜。拜完后就让我坐在坟头等着。当时冷飕飕的，我蜷缩着问：“啥时候开始啊？”李霞没好气地看我一眼：“哼，现在倒比我还着急了。放心，等吉时一到，迎亲的马上就来。”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阴婚的迎亲是从坟地开始的，我就饿着肚子一直等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几乎要冻僵了，周围起了一片白雾，身后的坟包层层叠叠，气氛诡异。寒风中突然透过来一阵唢呐声，引魂幡在雾气中飘摇。
一般的引魂幡上写的都是西天大陆，但这个引魂幡写的却是西天极乐。红色纸钱漫天飞舞，红雪飘舞间，迎亲的队伍从雾气中走出来，所有鼓乐手都是单数，每个人都穿着黑衣，低着头，还有人手上举着纸扎的别墅、跑车、飞机、游艇。李霞抓着我胳膊直晃，激动的都哭了。你看看我家对你多好，有谁家结婚送飞机、游艇、大跑车的？我心说，就这点纸扎货，合起来都不够买辆自行车的。但脸上还是带着笑说：“是啊，等你出嫁的时候，也这么给你来一套。”李霞瞥了一眼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说什么丧气话？然后又激动地冲迎亲队伍挥手：“哥，你可来了！”一阵阴气扑面而来，我才发现迎亲队伍里还有一匹白马，马背上摆着一张黑白遗像，微笑地看着我，前面还放着香炉。8个人抬着轿子走到我面前停下，轿子是黑的，上面贴着金箔剪成的双喜和鸳鸯图案，有股说不出的怪异。鬼媒婆雪白的脸上涂着2个红脸蛋，喜笑颜开上前，给我盖上红盖头，然后招呼我进轿子，准备去拜堂成亲。在轿子里，我悄悄吃了一枚通灵符，向水哥汇报了我这边情况。水哥要我注意安全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那个阴阳先生出现后再动手。一阵颠簸后，来到李家大门外，门前摆着一个大火盆，火苗有1米多高。我微微掀起盖头看了一眼，问：“这咋还有火盆？”李霞不屑地说：“这都不知道，去你身上晦气的，免得把不好的东西带进俺家。”然后抓着我胳膊往前扯：“赶紧着，别耽误了好时辰。”走到火盆前，还往里面倒了一杯油，火苗轰地冒起，足有2米高，看着吓人。李霞笑着大喊：“来吧，烈火烹油，红红火火！”我冷笑一声，抬脚跳了过去，落地的时候装作没站稳，脚后跟在火盆沿上一踢，啪的一下，火盆飞起来，不偏不倚地扣在李霞头上。如果只是木炭还好，可现在里面有油，轰的一声，直接把她的头发衣服都给烧了。李霞连蹦带跳哇哇叫，几个大妈也过来帮忙，有的扒衣服，有的泼凉水，几个迎亲的男人还在一旁嘻嘻哈哈看。我忍不住笑出来，冲他喊：“李霞呀，今天是我结婚，你哥这唱跳 rap 又冒烟的，整得跟个烧鸡似的，嘚瑟什么呀？”李霞身上的火灭了，心里的火可大，抓起酒瓶要打我。旁边大妈连忙拦住我，冲她做一个噤声的手势：“今天可是你哥大喜的日子，别给家里败兴。”李老太爷瞪了李霞一眼：“赶紧带你嫂子拜堂。”李霞黑着脸骂骂咧咧换好衣服，又找了顶假发戴上，继续给我当伴娘。她搀着我往前走，脸上挤出笑脸，嘴里很叨叨说：“行啊，平时看你挺老实一人，想不到这么奸。我劝你还是认清形势，别高兴太早。”我根本都懒得搭理他，收拾李霞只是顺手的事，最主要的是要搞定那个李五爷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从始至终都没见他露面。李霞搀着我往里走，前院的屋里院里摆满了酒席，村里人在热热闹闹喝酒，看上去和正常婚礼也没什么不一样。但进了后院，气氛立刻不一样了。大厅里空荡荡的，没开电灯，虽然点了很多红灯笼，可一点喜庆的氛围都没有，灯笼的光都是冷的，看着阴森。大厅桌上摆着一对龙凤红蜡烛，两边坐着李老头和李老太，红光在他们苍白的脸上晃动，看着像人又像鬼。鬼媒婆在旁边尖着嗓子喊：“新娘娶进门，福禄寿喜都进门；新娘娶进厅，金银财宝满大厅。”我走进去后，透过盖头看见大厅前摆了3排椅子，可上面没坐人，摆的都是死人的牌位，应该是李家的历代先人。我站到大厅里，鬼媒婆又尖着嗓子喊：“吉时已到，有请新郎！”我的心咚咚跳起来。虽然我是阴差，干的都是接引亡魂的工作，但跟死人拜堂还是头一次。旁边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
一股香灰和尸臭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两个伴郎搀着新郎过来了，他穿着一身民国礼服，脸上戴着面具，是用金线穿了铜钱编织的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鬼媒婆对着新郎大声说道：“汝既早逝，大义未通，独寝幽泉，死亦咸丹。吾是有女，妇同双业，为汝礼聘，以会幽灵，则补良辰，礼就何急？汝一降神，旧席上响。”鬼媒婆说完，冲我和新郎喊：“新郎礼跪，新娘无欠，吉时已到。”开始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我们对拜完，李贵在伴郎的搀扶下慢慢直起身子，嘿嘿嘿，我似乎听到他笑出了声，这笑声不像人，也不像鬼，顿时让我毛骨悚然。愣神间，鬼媒婆撒了一把红色纸钱，送入洞房。洞房里灯光昏暗，只点着2红蜡烛。伴郎把新郎抬到床上放好，李霞欣慰地看着：“哥，你终于成亲了。”然后又看着我：“刚才县里打电话，老4死了，老3做了切除手术，再找不着本家来借种了。”我微微叹气：“可能是天意吧。”李霞冷笑一声：“是啊，老天让你只能怀上我哥的孩子。”然后隔着盖头拍拍我的脸：“今天晚上你可一定要怀上啊！”李霞冲鬼媒婆说：“开始吧。”我看着鬼媒婆阴森的样子，一时有些慌。不是拜完堂了吗？还要怎么开始？鬼媒婆冲我一笑：“拜完堂，接下来当然就是行房了。”我被2个伴郎按在床上，点了一根筷子粗的香，直接放在我2腿间，要我夹紧。然后又在李贵2腿间加了一根香。鬼媒婆说：“这阴阳和合相点了，才算开始行房。你要是敢把香头弄灭，我把你腿打折。”我连忙就假意顺从：“我不乱动，可你们站旁边，我们还怎么行房？”鬼媒婆嘿嘿一笑：“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打扰你们小2口。”鬼媒婆带着伴郎笑嘻嘻出去了。屋里顿时安静，只有我和新郎腿间的香烟雾缭绕，2股青烟逐渐缠绕在一起。我心想，这个阴阳先生果然厉害，做的香不是样子货，是真能沟通阴阳。可等了一会儿，依然不见新郎的亡魂出现。正疑惑的时候，沙沙沙沙，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仔细听了一会儿，才发现动的东西就在我身边。新郎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耸动起来。虽说我见过不少亡魂和尸体，可诈尸还是头一次见。新郎慢慢坐起来了，随着身体活动，肚子里的臭气也被挤压出来，闻着令人作呕。他嘴里发出滋滋的怪声，脸上的铜钱面具掉落在床上。这时我才看到他脸上贴着一张灵符，符文怪异。我突然想起水哥跟我说过的控尸术，是一种比赶尸更厉害的邪术，想不到今天给我撞见了。更倒霉的是，这尸体还开始脱衣服了。别看他上半身毫无血色，像个排骨精，可下半身已经支起了个小帐篷。死都死了，还能这么不安儿？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进洞房前，李霞让我怀上他哥的孩子，我以为只是个气话，可没想到他们来真的。从来只有猥亵尸体的，哪有尸体猥亵大活人的？可眨眼间，新郎已经一点点往我身上爬。我刚要挣扎，感觉浑身无力，根本都动不了。看着腿间的香头，顿时反应过来，这个香除了用来沟通阴婚男女，还能麻醉。难怪鬼媒婆根本不担心我会反抗。我四肢越来越僵，眼睁睁看着新郎把我衣服扯开。惊慌之下，我连忙冲新郎喊：“老公！”新郎一愣，我一看管用，连忙把嘴唇嘟了起来。新郎嘿嘿怪笑了2声，也嘟着嘴朝我亲过来，嘴里的臭气闻着想吐。看他凑近了，我使出浑身力气，猛地冲他脸上一吹，新郎脸上的控尸符立刻掀起。虽然没有被完全吹掉，但只剩一个角粘在上面，露出了他大半张脸。新郎的表情顿时茫然，动作也迟钝了许多，就像树懒一样慢腾腾的。我使尽浑身力气翻身，压灭了2腿间的香头，
连滚带爬下床，推开窗户，大口喘着气。本想自己搞定，现在也只能呼叫当地阴差来帮忙了。我在手心画了一道召请符，念动咒语，呼叫当地阴差，手心立刻突突跳起来，已经联系上了。可我更害怕了，因为手心力度显示当地阴差就在附近，距离不超3尺，也就是说，阴差就在房间里。可房间里除了我和新郎，再没别人了呀。我左右看着，床下突然有2点寒光闪过，一条铁索从里面飞出来，缠住了我的脖子。这是阴差才有的拘魂铁索，可以把人的生魂从肉身里直接扯出来，一般人肉眼看不到。铁索发红，级别比我的要高许多。一个老头从下面钻了出来，怪笑看着我。不用说，我也认出来了，他就是当地的阴阳先生李五爷。从一开始，他就躲在床下操控着新郎的尸体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你竟然还是阴差？李五爷冷笑一声，早就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还来找死。李五爷身后鬼影晃动，我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，玲玲也在其中，旁边还有小平，他已经被拘魂铁索缠住了。李五爷猛地一扯，我的生魂从肉身里被抽了出来，肉身扑通倒在地上，看着自己肉身，顿时感觉不妙，我恐怕就要和这些女鬼一样下场了。我想挣扎，可李五爷的铁索级别太高，根本无法挣脱。我大声质问他：“你也是个阴差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”李五爷抽着烟，重新贴好了新郎的控尸符。我李老五修了一辈子道，纵横阴阳2界，风水术数的手段用尽了，可一辈子还是受穷，家里晚辈们全都短命无福，凭什么呀？我冷笑一声，还不是因为你一心想钻空子，缺德事干多了。李五爷点点头，可修道就是窃天机呀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不甘心，所以找来你这个女阴差给我家祖坟改改风水。我一惊，你们早就知道我是阴差，一直在打我的主意。李五爷笑了，没错，像你这样极阴八字，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好转运材料。李五爷手里掐出一个炼魂手印，对准我，我要拿你生魂炼成守墓鬼，望一望我家祖坟风水，阴极阳生，逆天改运。李五爷嘴里念动咒语，我才发现地面上早就画好了符箓结界，这些符文隐隐发出绿光，把我的生魂困在里面。李五爷双手向前一推，一个巨大的炼魂印朝我砸来，一旦被砸中，我的生魂就要被带去他家祖坟里。我猛一甩头，左边耳朵跳出一条哭丧棒。李五爷的拘魂铁索一看我的哭丧棒，顿时消散。在他迟疑的瞬间，我已抓住哭丧棒，反手抽回去，轰隆一声，他的炼魂印被我打散，他整个人都坐在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手中的哭丧棒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有地府里的法器？我的生魂抓着哭丧棒回到肉身，站起来后浑身都在发抖。这哭丧棒力量果然不一样。出发前，我们部门老大担心我遇到意外，借我这东西防身。你身为阴差，知法犯法，触犯阴律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李五爷收了铁索，举手站起来，突然冲旁边一笑，撕了他。新郎立刻像僵尸一样朝我扑过来，我一棍横扫过去，新郎稍一触碰到哭丧棒，立刻像触电一样弹开。趁着功夫，李五爷已经从屋里逃走了。我连忙追了出去，迎面看见李霞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杀猪刀，身后还跟着几个李家后生。我冲他喊：“闪开！”我只抓李五爷。李霞拿杀猪刀指着我：“阴差是吧？会法术是吧？我就问你，杀猪刀怕不怕？”接着狞笑一声，抓着杀猪刀朝我扎过来。早就看你不爽了。我真是无语，可又不好拿哭丧棒对付他，只好收了起来，然后抬脚踢在他手腕上。李霞的刀飞了出去，同时脸上又挨了我一脚，脸朝下重重摔在地上。我真是无语，心想你是不是傻？我除了会法术，还是大运会的散打冠军，这你都忘了？我3拳2脚打翻了那几个后生，
扯着李霞的衣服把她提起来。李霞，我好心帮你，你就这么对我，骗我阴婚也就算了，可我怀疑你们家干过拐卖妇女的事情，到时候法律饶不了你。李霞这才知道怕了，扑通跪下，抱着我的腿开始求饶。别，那我一辈子可就全毁了。我一脚踹开他。你毁别人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李霞又跪着过来。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咱们一个宿舍的份上，饶过我吧。说着紧紧抱着我的腿不撒手。我感觉不对，刚要踹开他，突然感觉上方一阵腥气扑面而来，哗的一声，我浑身湿淋淋的，闻着一身腥臭，立刻反应过来了，是狗血混了粪。我嘴上连忙呸，一膝盖顶在李霞脸上，当场把她撞了出去。可心里发慌，现在这种状态，法术施展肯定大打折扣。李五爷正站在屋顶，丢了粪桶，抓起桃木剑和枣木钉对着我。我刚要说话，身上突然一紧，刚才被我打倒的新郎又冲了过来，两手像铁条一样紧紧箍住我，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刑房。就在我挣扎间，李五爷用桃木剑挑了灵符点燃，咬破舌尖，冲木剑吐了一口血，声嘶力竭大喊一声：吴倩，给我家祖坟镇墓转运去吧，万道流通，鬼神受制。轰隆一声，桃木剑猛地朝我扎过来，符箓上带着李五爷毕生修炼的邪术功夫。我见过不少会飞剑的人，可像李五爷这样有压迫感的还是头一次见。我现在浑身狗血大愤，法力大打折扣，连忙转身甩开新郎，就地翻滚。桃木剑邪门的拐弯追着我扎过来，我翻滚过后，一把抓起李霞挡在身前，咔的一声，木剑扎进李霞胸口。这木剑虽然没什么物理伤害，但法术伤害爆表。李霞虽然昏迷，但生魂哀嚎着被打了出来，只一瞬间，几十条生魂飞了过来。这是参加阴婚拜堂的李家祖先们，他们闻着味从牌位里飞了出来，抓住李霞的生魂一顿撕扯。他们把李霞当成了李五爷练的守墓鬼，扯着她往祖坟的方向飞去。李霞大声哀嚎着，可根本没用，转瞬间就消失不见。以后的生生世世，他恐怕都要在里面伺候那些变态的老鬼了。李五爷在屋顶上颓然坐下，刚才那一击已耗尽了他的毕生功力，可终究还是落空。他冲我凄惨一笑：我认栽了，随你去吧。可刚说完，身边鬼影幢幢，当年那些被他囚禁在村里无法出去的女鬼，此时已围上了他。他玩了一辈子邪术，最终没能躲过反噬的报应。我没空听他哀嚎求饶，直接跑了，因为我浑身狗血，需要洗澡。事情圆满解决，我的阴亲戒自动脱落，村里的孤魂野鬼们重新投胎做人，当地重新在村子里委派了新的阴差，并加强监管。不久，警察又去村里抓走了几名拐卖妇女的人贩子。我因为帮部门冲了业绩，正式当了女阴差，可依然在阴间年会上被编进脱口秀段子里。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狗血的女阴差，不知道是不是受这影响，我好长时间找不着对象。